如果我说《奥德赛》和《山海经》，甚至现代的《海贼王》、《进击的巨人》、猎人等等，这些作品很可能都是来自同一套世界观，你会赞同吗？还是会觉得怎么可能？一个是希腊神话，一部是中国古籍，还有一个是日本动漫，它们相隔几千年、几千公里，怎么会有关系呢？但当我看完《奥德赛》之后，我开始有一个很大的疑问。我发现原来我们今天所看的很多电影、漫画、小说，甚至手游等等，其实都一直在重新讲述3000年前的同一个故事，直到今天，全世界的创作者还在不断引用它。大家好，我是立哲。今天我不是只想聊奥德赛好不好看哦，我更想要跟大家一起讨论的是一个问题：为什么3000年前的神话到今天还是如此迷人呢？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记得敲下订阅键。我们的内容很多元，都是你需要的人生养分。很多人以为奥德赛是一部电影，但其实它是翻拍自古希腊诗人 Homer 创作的史诗，它也是西方文学最重要的起点之一。它完成于大约西元前8世纪，距离今天已经将近3000年了。如果东方有《山海经》，西方就有《奥德赛》，它们都不是单纯的故事，而是整个文明理解世界的方式。有趣的是，《山海经》虽然成书时间大约比《奥德赛》还要晚几百年，但很多学者都认为它保存的是更早以前流传下来的口述神话。换句话说，东西方都曾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是用神话来讲述这个世界的。而真正让我震撼的是，当我把《奥德赛》跟《山海经》放在一起比较时，我竟然发现它们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都有世界的边界，都有未知的大海，都有神山，都有怪兽，都有巨人，都有女巫，都有神术，都有凡人无法轻易踏入的境地。如果把文化背景拿掉，你甚至会怀疑他们是不是在描述同一个宇宙呢？当然，目前没有任何历史证据可以证明《奥德赛》跟《山海经》记录的是同一个真实世界。不过，他们所展现出来的共同世界观真的令人惊讶。会不会正如电影《奥德赛》里面所描述的，古代人借由歌颂的方式来记录历史流传，而历史也真的是靠这样的歌跟传颂，让东西方世界共享同样的文明呢？接着，我开始想到今天的动漫《进击的巨人》里面有巨人，《海贼王》里有巨人族、天空岛、鱼人岛、神树跟失落文明，而猎人里面则是有黑暗大陆，那片人类从未真正探索的未知世界。这些设定我们以为是漫画家的天才创意，不过回头一看，原来有很多元素早就出现在神话里面了。例如 Odyssey 里面的独眼巨人 Polyphemus， 他成了后世无数作品当中的巨人原型。海妖 Siren 不只是今天的人鱼形象，更代表着诱惑、欲望跟危险。还有青铜巨人 Talos 更被很多人视为是后来机械巨人跟魔像的文化源头之一。所以真正厉害的不是后来的创作者发明了这些角色，而是3000年前的人就已经建立了一座庞大的神话资料库。电影里我最喜欢的一段其实不是战争，而是女巫岛 Circe。 电影没有特别介绍这位女巫的名字跟身份，不过她其实是希腊神话里面非常有名的人物。她是太阳神 Helios 的女儿，母亲则是海洋女神 Perse。换句话说，他本身就有神族血统，同时又精通魔法、药草跟变形术。Circe 居住在一座名为阿亚伊尔的岛上，传说中任何误闯这座岛屿的人都可能在他的魔法之下失去原本的外貌跟身份。他最著名的能力就是把人类变成动物。很多人看到这一段可能会把它理解成一场奇幻魔法，但他其实真正想讲的是人性。Circe 并没有创造野兽，而是把人类内心最原始的一面具体的呈现出来。电影里那些船员最后都变成了猪，为什么偏偏是猪呢？我们可以把猪理解成贪婪、放纵、欲望以及失去节制的象征。这一幕让我想到，也许人最大的敌人从来都不是怪物，而是自己内心的兽性。更有趣的是 Odyssey 里面的神也不像我们想象中的神，他们都有七情六欲，像是智慧女神雅典娜 Athena， 她会偏爱特定的人，而海神 Poseidon 会愤怒、记仇，甚至还会为了儿子复仇，不断阻止 Odysseus 回家。神充满人性，而人又充满了兽性。真正的英雄或许就是那个愿意在人性、神性跟兽性之间
不断做出选择的人。除了 Cersei 之外，电影里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女性角色，那就是 Charlize Theron 莎莉赛隆所饰演的 Calypso。很多人可能会把 Calypso 跟 Cersei 混在一起，因为他们都居住在远离人类世界的神秘岛屿上，也都曾经将 Odysseus 留在身边。不过他们代表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考验。Cersei 考验的是人的兽性，她揭开人民的外衣，让人看见自己最原始的欲望与本能；而 Calypso 考验的则是人对安逸与逃避的渴望。在荷马 Homer 的史诗当中， Calypso 是一位居住在奥吉吉亚岛 Ogygia 的海中仙女，她爱上了 Odysseus， 并且将他留在岛上长达7年。她甚至愿意给 Odysseus 永恒的青春跟不死的生命，只要他愿意留下来。这个条件听起来几乎是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人生哦，没有战争，没有责任，没有衰老，没有死亡，更不需要再面对回家路上的任何危险。但是 Odysseus 最后还是选择离开，因为他真正想要的并不是永远的活着，而是回到自己的家乡 Ithaca， 跟回到妻子 Penelope 与家人的身边。我觉得 Calypso 所真正代表的是一种比怪物更难以抵抗的诱惑。他并没有要杀死 Odysseus， 他甚至愿意给他一切，爱他，但他所提供的幸福必须以放弃原本的人生、责任与身份作为代价。有时候真正困住一个人的未必是痛苦，反而可能是一个太过舒适，让你再也不想离开的地方。所以 Cersei 与 Calypso 所代表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性考验。 Cersei 让你看见，当文明消失之后，你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一头被欲望控制的野兽。而 Calypso 则是让你选择，当安逸、永生与责任放在你面前，你还愿不愿意继续完成自己的人生。而我觉得 Odyssey 奥德赛里面真正的怪物从来都不只是独眼巨人、海妖或女巫，真正困住 Odysseus 的其实是旅程中每一次让他可以放弃回家，不必继续前进的诱惑。从这个角度来看，奥德赛里面的每一座岛都不只是一个地理位置，它们更像是一道又一道关于灵魂的试炼。独眼巨人 Polyphemus 所代表的是暴力、野蛮跟傲慢，海妖 Siren 则代表的是明明知道危险，却仍然无法让人抗拒的诱惑。Cersei 则代表人类藏在文明表象之下的兽性，而 Calypso 代表的是安逸、逃避以及放弃人生责任的诱惑。另外还有冥界 Underworld 则是逼迫英雄面对死亡、命运跟无法逃避的过去。而最后回到 Ithaca 也不只是回到一个家，而是经过所有的诱惑、失去与考验之后，重新去回答我究竟是谁，为什么一定要回家，又有什么东西值得我放弃永生，也要回到原本的人生呢？看到这里，我就突然理解为什么我一直这么喜欢 Christopher Nolan。 很多人说他拍的是科幻片，但我觉得他一直真正在拍的其实是哲学，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人类几千年来一直没有停止思考过的问题。全面启动 Inception 表面上是在拍梦境，不过他真正在探讨的是什么才是真实。如果梦可以共享，如果梦境里的世界跟现实一样完整、一样真实，那我们如何确定自己现在真的醒着？当一段虚构的记忆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信念跟选择，真实是否还只取决于事情有没有发生过呢？还是只要你相信它就已经成为你生命中的真实？到了星际效应 Interstellar， 很多人以为诺兰拍的是太空探索，不过我认为他真正在讨论的是时间、重力、爱跟不同维度的存在。电影里小女孩一直以为房间出现了一个鬼，书本会从书架上掉下来，沙尘会形成神秘的坐标，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存在试图跨越空间向她传递讯息。不过电影最后却告诉我们，那个所谓的鬼其实就是身处于另一个时间与维度中的父亲，而当年的父亲离开女儿，多年之后又从另一个维度回到女儿生命的起点，成为他童年时以为的那个鬼。这并不代表星际效应 Interstellar 宣称所有的鬼都是未来的自己，不过他却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哲学想象。很多我们今天认为的超自然现象，会不会只是人类目前尚未理解的自然呢？我们以为自己度丢贵，会不会只是在某一个瞬间，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产生的交错呢？我们以为有人从另一个世界来传递讯息，会不会其实只是我们仍然只用三维世界的感官去理解一个更高维度的现象？天能 Tenet 则是直接挑战了时间的方向。时间一定只能向前吗？如果物质的熵可以逆转，人的行动可以沿着相反的时间方向发生，那么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是否也会被重新定义？我们以为自己正在阻止一件事情的发生，
但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否早就已经成为那件事情之所以会发生的原因呢？当未来可以影响过去，自由意志又还剩下多少空间？命运究竟是可以被改变的，还是我们所有试图改变命运的选择本来就是命运的一部分？敦刻尔克大行动 Dunkirk， 它同样也在讨论时间的问题。很多人以为它是一部战争片，但诺兰把同一场撤退拆成了3种完全不同的时间尺度。陆地上的士兵经历的是1个星期，海上的民间船只经历的则是1天，空中的飞行员经历的只有1个小时。3条时间线的长度完全不同，却在电影最后汇聚成同一个事件。诺兰没有用剧情告诉我们战争有多紧张，他直接用电影的剪辑与结构，让我们感受到时间从来不是只有一种速度。对困在海滩上等待救援的人来说，1个星期就像一辈子，而对必须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救援的人来说，1天足以决定无数人的生死。对燃料即将耗尽的飞行员来说，1个小时就等于是他能否完成任务的全部人生。而到了奥德赛 Odyssey， 诺兰终于把镜头直接对准了神话。他没有把神话拍成一个遥远而古老的童话，他真正想探讨的，我觉得是神话会不会只是古人理解世界的一种语言呢？3000年前，人们用神明来解释命运，今天我们用物理学与宇宙学来探索宇宙的规则。以前人们用神谕理解未知，今天我们则是用心理学理解潜意识，用神经科学研究梦境，用量子理论想象那些目前还没有办法直接观察的世界。这些概念当然不能被简单的画上等号，不过它们都在反映了同一件事：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试图理解那些超出现有认知边界的事物。所以我不觉得诺兰是在宣扬玄学，反而觉得他一直用科学的语言去重新打开人类对形上学的想象。他问的不是神话到底是不是真的，而是古人被称为神迹的事情是否可能只是当时没有被理解的自然现象。我们今天认为不可思议的事物，有没有可能在未来就成为另一种可以被理解的科学？就像古人发明火，一开始觉得很可怕，到后来发现它也是科学。诺兰的作品表面上在讲不同的题材，不过他真正反复追问的始终是同一件事：我们如何知道自己理解的世界就是现在世界真正的样子呢？今天的未知，也许就是明天的科学。最后，我想回到奥德赛，很多人会把 Odyssey 定义成一部史诗冒险奇幻巨作。不过对我而言，我最欣赏它的地方，反而不是那些壮观的 IMAX 场面，也不是神话里的怪物跟奇观，而是诺兰始终没有忘记要问：我们究竟是谁？我们是否能够超越自己的兽性？真正的英雄是不是从来都不是打败怪物的人，而是愿意诚实面对自己的人？这也是我最佩服诺兰的地方，他总是能够把最深奥的哲学、最抽象的形上学包装成一部任何人都看得懂，也愿意走进电影院欣赏的商业大片。谁说艺术和哲学的辩证一定要艰涩难懂？诺兰总是能够在最震撼、最赏心悦目的画面里面，悄悄带着我们思考那些几千年来始终没有答案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世界，也如何理解自己。也许真正伟大的电影，不是因为它回答了问题，而是因为它愿意让我们继续追问。如果你也相信神话从来不是过去，而是人类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方式，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我们下一部电影再一起探索故事背后的真正世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随时上架。我们下回再见。